小辈。这是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此天地以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此乃无量剑法。你不是赵玉甲，只许你不是诸葛云，不许我不是赵玉甲。没错，我不是赵玉甲，我乃望城山吕素贞座下首席大弟子王一行。临兵斗者剑刃利剑行。九字真言，有趣。出！这是不动明王功。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秘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？我不信。那就打到你信。真有能耐。好了，叶鼎直，快收工吧。这么大动作，学堂应该也能察觉了，留些余力等他们的人来。不好，他要走火入魔了。看来你这不动明王功就练成了一半啊！那就莫怪老夫诛灭你这小神了。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，我不过是受了点小伤，就容你这么放肆？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这个主角
出少年。我们会再见面的。烦死了！怎么追也追不上。这家伙故意带我们绕了一圈。他是在替他们争取时间啊！这家伙还有同伙？哎，是柳月，他为什么突然召我们回去啊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师傅他准备接管这场考试。如何？你为何会受如此重的伤？学堂的人明明我已经拖住了呀。那三人出乎意料的厉害，其中一个来自望城山，会无量剑法；另一个竟会不动明王功。百里东军更是使出了西楚剑歌，再加上小姐不知为何迟迟不对百里东军出手。小姐。带不回百里东军，我们怎么交代呀？无碍，无相氏还有后手。哥哥，有人。还回头呢？这里呢？学堂李先生，很好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记得我，那么就无需多说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此次行程与先生并无关系，先生为何对我们下手啊？哎，你知道我为何叫李先生吗？因为我是学堂祭酒，
你们动了学堂大考，还怪我为何要对你们动手，是不是很可笑啊？走一个死一个吧。学堂李先生口气果然很大。就是你了，你一直在挑衅我，不杀你，好像说不过去啊。那就来。尸体不许带走，听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找其他队，去抢他们的锦囊？刚才诸葛云跑太快了，我都忘了抢了。没关系，我拿到了。你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了，真不愧是楚老千的行家。会不会说话？不对呀，一个队不是应该只有一个锦囊吗？怎么诸葛云他们有3个？他根本就不是诸葛云，那些锦囊定然也是从其他队里抢过来的。而那些考生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好了，现在抢那么多也没用了，至少我们很辛苦的活了下来，不是吗？姑娘方才若是不告诉我们，不作声的拿着锦囊就跑，说不定李先生最后一名弟子就是你了。不如我们先看看锦囊里的内容吧。是一首诗。天不出朱雀离气，君不见，玄武临事。风中现，白虎睥睨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天之四灵以争四方。王者至，宫阙殿阁，取法宴。这首诗既然以四兽为题，那答案便应从四兽中找。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如今有其3。那苍龙呢？我知道了，答案就在苍龙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我们要去的是龙起之地。龙起之地？青龙门啊。天启城有4座城门，镇守四方，而青龙门就在皇宫之外。只不过，青龙门有2条路，我们该走哪一条啊？青龙之门，左生右死。小姐，引百里东军往右。快走！百里东军！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往左。你们往左。我往右走，分散开来会好一些。怎么能让一个姑娘走这条路呢？我往右吧。不如我们……不可。为何？方才那些人，不知是什么来路，难免会在路上设下伏击。你们都受了伤，我伤势较轻。我往右走吧。姑娘和东军往左吧，我和一鼎之往右。放心吧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，能打过我们联手的人，也屈指可数。确实如此，这样也好。走吧。走了。我们也快走吧，天快亮了。不是，这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啊？你们王爷可真心大呀！
这偌大的别院，他也不来，只有王妃和王妃的师兄。好快的剑！少侠慎言，我师兄马上是连王爷也不能轻易得罪的人了。师妹，师兄，你放心，我有数。长了一副好皮囊，就是好啊。王妃何出此言？如果是你躺在这里，就喝不到这冰封水了。我长得也还算是玉树临风吧。可差远了。没事。叶兄弟，你醒了？你醒？你小心一点。师兄，王少侠。这位是洛清扬，是影宗大弟子洛清扬。我们曾经见过。他是洛清扬，那他……英哥在这里。他是我君。发什么呆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景玉王妃。不要叫王妃，我还未过门，就不是王妃。王少侠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多亏王妃和洛兄及时相救，没有伤及内力，现在已无大碍了。那，外面没有高人在追捕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皇帝陛下可是给我望城山御赐过至清牌匾，
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，走到哪儿都是上宾以待。那晚只是个意外。那么，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，你醒啦！小妹妹，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我家呀，我父亲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你家呀，那请问你是谁呀？我叫李寒一。李寒一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李先生的女儿。这老头到底多大岁数啊？女儿居然这么小。寒一，客人醒了。阿娘。罪过呀，罪过。阿娘，这个叔叔好奇怪，是不是脑子不好呀？跟我阿爹一样气人。乖，可不能这样说叔叔。见过师娘。啊？在下百里东君，以后还请多多照顾。哎呀，我怎么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收了一个徒弟呀？这是我内人，这是我小女，这是我家，你个傻子！管谁喊师娘呢？我知道，虽然吧，按照辈分来说，你应该喊我师兄，但是我真不介意抬抬我的阶位。要不这样，你也甭喊我师傅，喊爹。乖乖，要不因为你女儿姓李，能闹这么大笑话吗？他是跟我姓。敢问嫂嫂姓名？剑心种，李新月。哦，我听我舅舅提起过，那可是压了名剑山庄一头的铸剑世家呀。雷兄，你可以啊！没想到你在外面威风凛凛，回家竟然是个赘婿。那是。别！我们霹雳堂雷家在江湖上也是赫有名的，好吧？你喊谁赘婿呢？我弄死你！我哎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女儿为什么不姓雷啊？因为我爹被雷家宝逐出来了，子女不能姓雷。不过我也不想姓雷，听起来凶巴巴的。寒一，我们先回屋，让你爹跟这位叔叔谈他们的事情。走吧。行吧，既然你也醒了，师兄，带你去见见师傅吧。哎，等等，叶鼎之去哪儿了？他回来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
去什么去啊？别去了。王师兄，你回来了。叶鼎之呢？难道他先入学堂了？他呀，他现在在天启城中最安全的地方养伤，美人在侧，浓情蜜意的，你就别管他了。什么意思呀？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，我先不走。王兄，麻烦你替我转告那小子，让他好好跟李先生学艺，我等着他名扬天下的那天。就这？他就说了这些？对啊。王兄弟，那位姑娘救你们的事儿，除了你们之外，还有人知道吗？除了我们之外，就还有那天追杀我们的神秘人知道。除了你们之外，谁也别说。毕竟，这朝堂之事错综复杂。既然那位姑娘说了，救你们是她的个人行为，那景云王应该不知道。放心吧，我还是有分寸的。哦，对了，那天我听那个紫衣人说，叶鼎之也是什么天生五脉，要招他去哪儿？这样看来，景域王妃那边确实是对他而言最安全的地方。到底什么才是天生五脉呀？这个问题，师傅应该知道答案。我就送二位到这儿了。线下任务完成，我也该回望城山了。多谢王师兄一路照拂，山高水长，我们有缘再见。回来了。白日里，我见到了小姐。哦，那小姐可有解释？其中细节，我日后再与你解释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小姐并未背叛天外天。那便好。吴相使那边还有何指示吗？他让我们
送给北厉皇室一份大礼。什么？你说叶鼎之是叶云？叶雨的儿子那个叶云？怪不得他说他不要玉玺，怪不得他说他要的东西，本王一定能给他。他要的是本王的命。备马，快备马！本王要进宫。早啊，叶鼎之。姑娘早。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那今天是讲佛国？好啊。那姑娘等一等，我去洗把脸。远方出现，燕雀节节转林间。这夜云烟恍若淡梦还未绝。原是良辰好景万千，独行飞断沧海，化作桑田。只知一红叶，缱绻了流年，才叫人叹风月。久等了。若昙花一现，无声擦肩。怎么？啊，没事。不冷吗？是。我不怕冷。讲佛国吧。要去西域32佛国，会经过一座城碧罗城，而去碧罗城的路上会途经一座名为三顾城的小城。所谓美人三顾，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。三顾。等一下，美女很多。对啊。换一个，不想听。哦，那我给你讲讲三顾城的特点吧。这三顾城呢，其实是由一些商人建立起来的。城中赌庄居多，最大那间叫美人庄。又是美人，过不去了是不是？我说的是赌庄。那赌庄为什么会是美人庄？因为美人很多啊。这负责最大赌庄的呢，就是一个花魁娘子，以天女为名。连花魁娘子都出来了。不说这个了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我没去过美人庄。穿过三顾城，就到了碧罗城。这碧罗城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寺，叫九龙寺。小挂件儿，小玩意儿。轩儿，书这么好看啊！李先生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这天下间有书千万，就算我一日不停，一刻不歇，读到此时也读不完这世间之书。这对我而言是最大的遗憾。为了少一点遗憾，便只能抓紧时间多读些书。
唉，有些人啊，读书读成了书呆子，但如果读的书多到连100个书呆子加起来都比不上的话，或许就能成为儒仙了。小子，你说你这师傅哪里比得上我？要武功不会武功，要名气没有名气，你还不如跟着我呢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破个例。 我虽然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但你仍然可以变成我的关门弟子，还多了一个字呢，如何？不要。你读的书没我师傅多。谁说的？我的年纪至少比他大2倍，我走过的桥比他走过的路要多多了，我看过的书自然也比他20年前看过的还要多那么一点吧。我武功比他强啊。 武功，从书上学就行了。哎，你呀，大概是这天底下唯一一个拒绝做我徒弟的人。先生此言差矣。你去问那田间的庄稼汉、青楼的花魁女，亦或是沃千金的富家翁，想必都不愿意做先生的弟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见证天下。呀，行了，我说不过你。哎，你此行的东西没忘了带吧？先生放心。 不敢忘。正好。哎，走，先生给你接风去。走。嘿嘿。博少尉师兄，你们私底下互相揭开盖头见过面吗？师弟，这个不叫盖头。小师弟，你应该多读点书。嘿，别避重就轻了。对了。 这不是祝贺我入门的宴席吗？来了我朝思暮想的碉楼小筑，是不是有秋露百合呀？秋露白1月只有1次，今日怕是没了。唉，可惜了，早知道当初就应该让师傅给我留下来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吃饭不叫师傅吗？ 小师弟，一般情况下来说，在这种场合不能叫的。什么场合？为何呀？哎，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好。不是说了吗？没喊你们就别进来。门外有位客官让我问问几位公子。问什么？说。先生没到。 应该开席吗？好，一起喝酒，躲什么呢？师傅，坐。熊儿，你也坐。 叨扰了，谢轩，好久不见。雷二，这位是？没大没小，你猜呗。还真以为我不知道啊！既然你们都认识他，他要是师傅带来的人，那北篱八公子里面，除了素未谋面的无名师兄，还有远在西南道的顾三师兄，那就只剩下清香公子了。 聪明啊，小东吧。师傅好久没有跟你们一块喝酒了啊！这么大手笔，应该是老七请的客吧？你们这位新来的小师弟小东巴初入师门，是应当好好庆祝庆祝。你们说吧，想怎么喝，为师奉陪。这，先生。 今日东君刚刚进入学堂，我看要不我们就去算了吧。哎，怎么能算呢？来，我们一起敬师傅。哎，好东巴，来喝酒，干！喝酒，喝酒啊！哎呀，好酒好酒，老七，我跟你说，一个男人在家最重要就是地位。
李新月带我去百花楼的时候，他都会帮我结账。嗯，哦。哎，师兄，东君啊，你现在知道，我们为什么不叫李先生了吧？百年不忘人间梦啊，千杯不醉得长生啊！当年诗仙可是为了我写下这首诗的，各位，怎么都醉了呢？真没劲。嘿，东爸，我看就你酒量最好，来，陪我喝一杯。干，干，干不了。离开九龙寺呢，就到了佛国。哦，说到佛国，我在佛国还拜了一位高僧为禅师，学了1月佛法。再后来呢，我就遇到了我师父，他是个剑道宗师，来自南莒。师父。早跟你说过了，魔仙剑施主，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肯放下呢？赢我就这么重要吗？嗨，其实啊，你只要回去好好休养，再锻炼锻炼身体，熬过几年，等我死了，你再来争这个天下第一，不是更容易吗？谁都不知道你活了多久，我怕是等不到那天了。放心吧，这一天不会太久的。我知道，我打不过你，但听闻云，叶鼎之来了天启城，我知道他的身世，我怕他在天启城被人为难。嘿，没想到啊，你这个冷心冷情的羽生魔，对自己的徒弟感情还是很深的。你且离去3日之后啊，我定会让你那徒弟安然无恙的回去。有我的承诺，够不够？我看不透你，看不透我就对了，我是天下第一啊，哪那么容易被人看透的？放心吧，叶鼎之是天纵之才，不会折在这天启城的。我走了啊。嗯。哎，你这辈子打不赢我。倘若往后你的徒弟打赢了我的徒弟，也算你赢。哈哈，哈哈哈哈。怎么这么冷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屋顶怎么破这么大一个洞啊？我咋睡个觉，屋顶就没了呢？是啊，你要再不行的话，
就要变成冰棍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概就是我们的师傅跟别人打了一架，在还没打之前就撞了个洞出来，而且这只是里面，你们是没看到外面。现在上面连一块完整的瓦片都看不到。账单。李先生不是只撞出了一个洞吗？为什么整间店的损失都要我们来赔偿？这，对呀，董妈，是谁那么大的胆子啊？敢和师傅打架也就算了，这钱不赔就跑了，咱们得跟他要啊。是啊，但怕是有些困难。此人是剑仙，羽生魔。羽生魔？看来得让老七破费了。行了，拿着这个单子，明日去锦玉王府领银子吧。哎呀，得嘞。师兄，醒醒！师兄，醒醒！都醒醒啊！这要让外人看见，像什么样子？还叫什么八公子啊？这是师傅弄的。哎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对了，谢轩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明年的公子榜啊，就要变成北离九公子。我们几个已经把他的名号都想好了，你听听啊，九公子，九公子。一语双关啊，怎么样？凑合。哎，不过你早就醒了，你是在装睡，是怕掌柜的把账单给你。嘘，别说破。我可听到了啊！哼，这个人见过吗？看看，没见过。没见过，再仔细看看，真没见过。走。又有人被通缉了呀，也不知道犯什么事儿了。这年头，哎，谢轩，反贼长得还挺眉清目秀。昔日将军府余孽，说不定啊，以前还是个小将军呢。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九剑成山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，没想到你会的，可真多呀。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。叶挺之，原依云，昔日将军府余孽。原来，
遂起楼台信步，燕声惊得侧目。追雁入寒露，忽忆生死别度。谬误，谬误！回首，不见来处。对了，靖远王府，我要去找他。别冲动。别暴露了他的行踪，他现在可是朝廷钦犯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他醒了。我师父他走了。走了？对。怎么可能？我何至于骗你？你的师父剑仙羽生魔跟李先生在碉楼小筑屋顶上打了一架，然后双双不知所措。后来，只有李先生回来了，说你师父羽生魔已经回南卷了。也好。师兄，我想单独跟他说说话。好。姑娘，还在为今天的事情而生气吗？我真的没有要走。现在我师父也走了，我把故事给你讲完，你别难过了。到现在，你还不肯跟我说吗？到现在，你还是叫我姑娘，云哥。什么？我说，到现在你还不肯跟我相认吗？叶云。你怎么知道？现在不仅是我知道，皇上也知道，全城的人，全天下的人也都会知道。看来，这就是命，逃不出的宿命。
原来这才是叶鼎之的真实身份。当日他走的那条路，应该是被雨季拦下了。难不成放出这条消息的是雨季他们？小姐，还有何事？无事。吴相使为何不直接将叶鼎之在景玉王府之事告知亲王？因为吴相使的目的，并不是要让北离抓住叶鼎之。你是说？没错，他要逼叶鼎之离开天启。天启麻烦太多了，只有他离开天启，我们才有可乘之机。我原本以为，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呢，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可他偏偏就是活了下来，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活得好好的，成为了很厉害的人，而且还兜兜转转的与我重新遇见，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你说，你此生最好的兄弟失而复得，是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儿？嗯。可你才活了多久啊？就知道是此生最好了？是，我知道。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，到我变成一抔黄土埋在地底下，他一定都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。或许之后，我也会遇到其他的朋友，也懂我，也是知己，但都称不得一个最好。那对你而言，什么叫最好？对于我而言，在最对的时间，遇见那个最毕生难忘的人，便是最好。自那以后，天上地下，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，都少了那么一点缘分。不过他现在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，我可是很厉害的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，不会再像从前那样。一定不会。做你最好的朋友，真幸福。
你还活着，很好。罗师兄，文君的。如你所看到的，她不喜欢景玉王，但需要嫁给他。半年后。 叶元，如果你早一点出现就好了。现在也不晚。罗师兄，只要我回来了，就不晚。 雷儿，你是说叶鼎之现在在锦鱼王别院？师傅，您这是喝多了吧？我昨儿跟您说的很清楚的。怎么会？兄长虽然素来与亲王不和，但他曾承诺过我，一定不会将学堂拉下水。此事应该与兄长无关，不如我直接去问他一问。不用了。既然我们也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，那个地方也挺安全的，那就不必再添麻烦了。先生说的是。 可是，他若一直这样待在那里，却也不太合适。因为据我所知，别院中除了有影宗的骆师兄之外，还有我那还未过门的嫂嫂。放心吧，既然我们都知道他在哪儿，我会把他带走的。这件事你们就不用管了。 东巴，这几天你要好好休息。2天之后，我带你去见你的好朋友，然后送他离开。你为何要送他走？我还没来得及和他叙旧呢。叙什么旧啊？你去男爵找他叙旧不就行了吗？现在到处都在抓他呢。你说是他的命重要，还是叙旧重要啊？笨徒弟。 先生，此座只为贵客而留，也只有贵客能坐。拿杯水来。来，先生，请。 先生，你想喝点什么？就来一壶桑洛吧。先生，我们店里还有很多名贵的酒。不用了，就要一壶桑洛。酒不该是用来享乐和炫耀的东西。先生说的是。
那桌有人了。这位少侠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不妨和我一桌。这闹鬼了，哪有人啊？我是说，这个桌子被人预定了。好吧，叨扰了。先生，您的酒。桑罗，给这位少侠也拿个杯子。哎，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也会酿这个酒。那你尝尝。我觉得，没有我那个朋友酿的好。少侠的朋友是位酿酒大师，他呀是个酒痴。不知少侠尊姓大名？哎，先生请我同桌喝酒，不必如此客气。在下从未有过父母，所谓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，所以我叫司空长风。这番介绍倒是颇有意思，想了许久吧？看破不说破，先生也太不厚道了。小二，哎，这酒给我们退了吧，不要了，给我上壶别的。敢问这位客官，您想要什么？要秋露白。有趣。客官，今日可没有秋露白。为何？秋露白1月只出1日，1日只出2个时辰，今日怕不是时候。哦，那明日呢？明日也不是，后日也不是，大后日也不是。本月14公映，还有13天，且等着吧。哎，你，我很好奇，少侠，为何非要秋露白呢？哎，不瞒先生说，我此次来天启城，是为了见一个朋友。刚刚说的那位朋友？正是，我那朋友啊，没有其他的爱好，就是好酒。他呢，跟我离别前吵着嚷着说要喝天启城的秋露白，所以啊，我就想先买上一壶作为见面礼。小子，你想要秋露白，这上面不就有一瓶吗？这上面是秋露白？多嘴！哎，小二，这秋露白多少钱？不要钱。不要钱？只要你能拿得到。哼，简单。长风，你要取楼中酒，既然伸了手，便算下注取酒。你舌头！客官，这是什么话？哎，这的确是陈酿12年的秋露白，世上只此一壶。你若想取，那便凭自己本事取；如若取不到，留下件东西就好。至于这东西是什么吧，由我说了算。谢氏。谢氏。陈先生。谢师是碉楼小筑内功夫最高之人，多少江湖公子试图取这个酒，却都没有成功过。哼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抢到了，便是第一个成功的。算吧，真正的高手不会来取这个酒，来取这个酒的多数是如你一般初入江湖的少年郎。不过时至今日，真正成功的也不过李先生一人。不过他呀，单纯是因为无聊碰了碰酒，也便走了。所以，你若是真抢到了，确实算是第一人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枪不错，银月枪，我要。
九之别，天启城果然是天启城啊！司空长风，久别重逢，不必行此大礼。百里东军，不错不错，你还记得我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也不来找我？我今日才到的，这正想去找你来着。好久不见啊，司空长风。楚墨公子。不过，你刚到天启城就打架了，还被人打成这样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想着跟你也算是久别重逢，总得备份礼吧。普通的酒酿的也没你的好喝，最好的酒今日卖光了，那我只能去抢。结果没曾想技不如人，没抢过，那枪还折在里面了。一个人抢不过，那2个人能不能抢过？谢师的金刚罩精进了不少，可惜啊，还是被这位少年给破了。哼，后生可畏啊！确实是如鹰一般的少年。你看，这边请。真可怕！这么快就找来帮手了？上面挂的那瓶酒，可是秋露白？对，那是酿了12年的秋露白。我要了。好强的掌力！原来酿酒师里不止我一个人会武功啊！小师弟，不可无礼。这位乃是碉楼小筑1品的酿酒师，整个天启城都得人人尊称一声谢师的人物。卓墨公子，谢师多有得罪。这位是我新入门的小师弟，冒犯了，请多多谅解。李先生新收的徒弟，难怪。这位公子出手，可是为了夺酒？那是我兄弟的枪。你兄弟夺酒失败了，必须留下遗物，这是规矩。可若是我赢了你，可否将那枪和酒一起拿走？当然可以。哎，用武功来赢酒，未免有些奇怪。不比武功如何？那比什么？自然是比酿酒。什么？这人疯了吧？跟谢师比酿酒，不自量力。就定在本月14吧，到时候我会带上我的酒来碉楼小筑，也请你们备好碉楼小筑最好的酒，以及天启城最优秀的品酒师，然后我会带走那杆枪，还有那瓶酒。狂妄小儿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就算你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也不能狂妄到如此程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谢师。小师弟入天启城之前呢，也学了11年的酿酒术。我学了40年，得嘞。好酒可品人间百味，少年的烈，中年的温，老年的醇都不一样，也不见得谁学的酒就一定赢得过我。那就恭候大驾。哎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呢，本来是要带我的小师弟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结果路过碉楼小筑的时候，听到里边有动静。我们呢就想说去凑凑热闹，其实是我自己想去凑热闹，正好这时候你被人给打出来了。我当下我完全没有想好怎么去反应，他倒好，大老远就把你给认出来了。好家伙，直接一位青铜少曲来给你两肋插刀了。你果然拜了李先生为师，成了卓墨公子，也就是这位二师兄的师弟了，真好。你也很好啊，还有命来天启城跟我见面。二师兄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这不就到了吗？
这里是青楼？非也，非也。这里是百花楼，不一样的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有他，所以不一样。那年，我和顾剑门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当时的他正在抚琴。顾剑门可能是喝多了，听到了他的琴声之后，他兴致大起，举剑而舞。当时的景象尤为震撼。哎呀，真俊！所有的花瓣都被他的剑气卷起，五颜六色，姹紫嫣红。最终，所有的花瓣交替飞舞，成了一座花桥，从这里通往了那座高台之上。顾剑门说：“闻情可知人。”他觉得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命定之人，于是踩着花桥，从这里走到了那里，撩开了重重帐幔，去见她。然后呢？然后顾剑门就下来了，他被拒绝了。啊？哎，你们到的可真早啊！哈哈。没有我在，你们一定很尴尬，你们一定很没有话聊吧？那可不是，两位公子已经并排站了小半个时辰，彼此就说了一句话。正常，放心吧。一会儿呢，就由我负责来把控这全场。他们两个太没劲儿了，要是由他们来介绍规则，底下的人都紧张死了。而我，可就不一样。你是不一样，你可以从早说到晚。他们困了，自然就不紧张了。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行了，你们16个人现在就算是进入我们学堂的中试。根据我们中试的规则，你们必须4个人分为一队，一共分为4队，每一队拿到一条线索，然后你们得根据这条线索去找到最终的事物。谁先找到这条事物，你们就可以拜入学堂，而师傅就会在你们4位中挑选1位成为他的关门弟子，也就是我们的小师弟。当然，仅凭一条线索就要找到最终的事物可不容易。如果你们能凑齐4条线索，相信答案将会清晰明了。所以啊，打败其他小队，夺得他人的线索，才是你们胜利的关键。那靠什么组成小队？需要抽签吗？自己选吧。自己选？可是我们并不认识啊。要不咱俩一起？你们确定这段时间还不熟悉彼此吗？谁的剑术好，谁的毒术好，谁的轻功好，谁又最难对付？难道你们没有调查清楚吗？你们所有人的名字，你们所有人的来历，查得到的，查不到的，大家心里没数吗？一个个都是聪明人，别在这儿装单纯了。你们啊，有这闲工夫来这儿抱怨这些事儿，还不如早点选择自己想要选的人。毕竟时候不早了。周末，你提点的太多了，半个时辰，开始吧。
让一下，让一让。哎，老赖，让开，让开！要不我们一起吧？对啊，我们一起吧。这叶鼎之还挺受欢迎。几天前，叶鼎之在城内阻止了一场械斗，武艺之高，震惊天启，这你都不知道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小姐，是否愿意同我组队呢？是他。虽然我从未见过他的真容，但机会奇门遁甲，气息如此相似，不会有错。他若来了，事情便麻烦了。怎么，小姐另有打算啊？我若是另有打算，你莫不是会有意见？自然不会，只是希望殊途同归，能在终点跟小姐相见。现在可麻烦了。等等吧。叶兄，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去考虑一下。看来你的好兄弟要比你更受欢迎了。我有一份详细的计划。扛揍我体力好，我们好好俩，肯定比他强。叶公子，给我一个。你要我吧？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两个组队吧。我们？嗯。姑娘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想问你，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？你是不是因为这个选的我？你不要多想啊，我选你呢，只是因为你长得好看。长得好看的人呢，就该跟长得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亘古不变的真理。我看了这一圈考生，对你很顺眼。虽然这么说没问题，但是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去考虑一下吧。叶公子。哎，烦请各位让一让，多谢各位的抬爱啊！但是我已经有我自己的选择了。叶公子，多谢多谢，我选。考虑一下，叶兄。叶公子，想不到你会选我。请让让。我选你。哦，你为什么选我？你长得好看。行吧，你也不错。我听你们说，长得好看的人要跟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那个诸葛云长得倒是不错，只可惜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在下夏侯孟定，愿和二位结成一队。在下赵玉甲，也想和二位结成一队。我知道你是那个变戏法的。在下会御兽之术，在这天启城中赫赫有名。我也会御兽之术，江湖之上别无对手。我说兄弟，你是故意和我作对吗？如实所言罢了。那我们就比比。狮子诀，他来自望城山。这一招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看来这一次考生，真的都是卧虎藏龙啊！这玄门的高手都来我们大考凑热闹，看来我们学堂的威名已经震慑天下。怎么样，你的兽还御不御了？不御了，告辞。那个，我可以。我不知
会变戏法。告辞，告辞。原来是你呀，赵玉甲。不选我，我可就走了。哎，选。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小哥挺不错的，跟我们是一路人。那我们的队伍便算是成了。等等，姑娘，你虽然长得很好看，但我没有确定要选你哦。叶公子有什么打算？事关紧要，还是要谨慎一些比较好。百里，试一下这位姑娘武功。我快。好。你的轻功不错，比那天好像要快了一些，不是普通的三飞燕。这是我自创的，叫一醉千里。袖里藏剑，轻妙无比啊！一醉瞬杀，倒是惊险骇人。我并没有杀心，这一剑只是试探。做梦啦？梦到东君了。哦，梦到什么啦？梦到东君学会了我的瞬杀剑法，还把我教他的三飞燕改进了一下，成了一门新的功夫。这还真像是白天里会做的梦。百里小公子，我这一招袖剑可算是过关了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只是试探，过没过关，你问他。姑娘，学堂中事凶险无比，自然要选择有一定实力的队友，不要怪我。从此刻起，我们便是队友了。啊，他们4个竟然凑一块了，强强联手，胜算更大了。胜算大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是小了？师傅只收1名弟子，若他们赢了，你觉得师傅会选叶鼎之，还是百里东君？先生从不收最好的，只收最有趣的。而你是个例外，你很无趣，但你无趣到了极致，反而变得有趣了。所以先生才收你为徒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趣？是挺有趣的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叶鼎之比你更有趣。行了行了，时间到了，各位组好队了吗？那我们下一场比试的场所会在哪里啊？师傅。下一场比试的地点，便是这整个天启城。那么何时开始呢？自然是现在。你们的百里小公子还着急考完试赶着去喝1月1次的秋露白呢。你还知道这个？我方才去了一趟碉楼小筑，取了这个月的最后一盏。哎呦，糟了，你恐怕喝不着了。嘿，你这老头儿，小心我给你抢过来！不可对先生无礼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少年不惧江湖老。
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，那我便静候诸君了。他真是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啊！古有云：“齿素如矮雀，以毒结霜里。欲知心底事，还取府中书。”总之就是这鱼肚子里边有线索，分别藏着未申酉戌4个时辰。一会儿呢，你们每个小队派1个人上来，抽到哪个时辰，哪个时辰出发得了。出发之前，墨尘公子会将锦囊交到各位的手中。对了，若是有小队最先找到最后的答案，这高台上的金钟就会敲响。到时候，烦请各位考生回到学堂集合，明白了？那就来吧。为什么我们每队出发的时辰都不一样呢？因为每个队都只能拿到1个锦囊，每个锦囊就是1个线索，总共4个线索。先出发的人则可以博取先机，或是隐匿，或是尽快破题；而后出发的人则可以关注先出发的人的方向，或是寻找，或是守株待兔。若是同时出发，那还比什么呢？直接在这里打一架，赢的人拿着锦囊去找答案不就好了？哟，不错呀，这位考生，看来你对中式的规则了解得很透彻呀。行了，你们每队派1个人上来吧。安排谁呀？小毒王，自然是我了。野罗侠有问题。我怀疑他有。学堂大考之前，我曾在蓬莱阁与他有过一面之缘。当时，他可不是这身装束。不过，他最后应该选择站在了我们这边。哎，凌迟，你既然知道左边是生路，为何还要往右边走？你猜，等右边的人发现不对，来不来得及赶到左边呀？我可不敢赌。那野落侠呢？他往这边不也一样？他背叛了他的组织，等待他的，或许只有死路一条。看不出来啊，叶兄弟，还挺怜香惜玉。过奖了。人帅心善，见不得救了我们一命的人枉死而已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吕素贞的徒弟，那你为何要参加学堂大考呢？受人所托。你呢？不动明王宫，你是羽生魔的徒弟，怎么不满足于男爵第一，来拜天下第一？没有，想来看看卧虎藏龙的天启，顺便瞻仰瞻仰李先生。与其说是卧虎藏龙，不如说是吃人不吐骨头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此去青龙门正常需要多久？半个时辰。那便拖上他半个时辰好了。也不知道是他们先到还是我们先到，这到时候收徒怎么算啊？总不能再打一架吧？败列东君，我们到那儿还要多久？半个时辰吧。太慢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可就要辜负你的兄弟为你敷衍的一番好意了。不如谁先到，就谁拜师吧。你这也太赖皮了吧！论轻功，我还没输过呢。
你方才内力耗尽过，不过我们交手时，筋脉并未损伤。能达到如此经脉强度的，你也是天生五脉。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你是天生五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如你跟我回去吧。王兄，你们是谁啊？他。这人看起来好面熟。我们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主人的家仆，从府里叛逃出来，我这就带他们回去。世间哪有穿成这样的家奴，又哪有武功如此高强的管家？姑娘，我劝你不要多问。你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走吧。如果你坚持要救他，我会杀了你。哦，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这个徽记，你是影宗的人？这是哪里？王府。走，或者死。师兄果然厉害，他竟然被你吓跑了。不，他很强，我也未必能打赢。他忌惮的是你的身份。师妹，这次你救下的，怕是2个大麻烦。我乐意。师兄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了。好。哎呀，到了没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到了。哎，当年我这些徒弟拜师的时候，个个白衣如雪，风度翩翩的。你看看你们俩，真是差远了。当年他们拜师的时候，又没有人追着要杀他们。哎，你们2人一起来，谁要拜师啊？
弟子尹落霞，此次大考全靠其他3人庇护，走到这里已是幸运，不敢求学堂收入。尹姑娘，百里东君，我就送你到此了，告辞。姑娘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哦，敢问公子收我的理由？因为你长得好看，且很机敏。而我的武功只教与我有眼缘的人。为何？我的武功掌握在我的手里，所以我说了算。这个理由如何？更何况，姑娘的行事作风颇合我眼缘，想收就收了。可我这多好啊，尹姑娘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柳月，你还真要收徒啊？师兄，我都还没有收徒呢。按照辈分来说，应该是我先收才对吧？你想收就收，但大嫂应该会把你埋进剑冢里吧？你若不愿意，那就罢了。不，我不是不愿意。承蒙公子厚爱，落霞感激不尽。只是左右现在带不走百里东君，不如进入学堂之中，日后再行筹谋。柳月公子，对不住。弟子拜见师父。哎呀，拜个师有那么麻烦吗？喂，小子，你呢？我？我先不拜，我等人呢。等人？王仪行是吕素贞的弟子，他不会拜在我门下的。我知道，但还有叶鼎之呢，他一定马上就会来的。诶，这我倒听很多人提过这个名字，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听起来挺强的啊。比我强。那如果他来了，我选了他，你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啊？虽然免不了被嘲笑一番，我也只能骑着我的马，挥舞的钱东城喽。百里师叔，您先请吧。好。他竟然闪开了！哎呀，失策失策了！哎呀，我用这个方法整到他诸位师兄，却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，都不是什么好孩子。哎。无不无聊，无不无聊。堂堂学堂拜师礼，还用我玩剩下的招？我可是钱东城小霸王，下次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好了，虽然我们的开场有些遗憾，但是我们言归正传，开始学堂拜师礼。百里东君，尹落霞，我叫萧若风。当然知道了。我是学堂李先生座下7弟子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可以管我叫7师兄和7师叔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管我叫小师兄。小师兄，7师叔。
学堂，李先生坐下。六弟子，洛轩。六师兄。六师叔。学堂，李先生坐下。四弟子，莫六月。小黑。五师叔。师傅。哎呀，这有徒弟的就是不一样，你说是吧？哎，快起来！墨尘师兄，柳月师兄。哟，这不是凌云公子顾剑门吗？顾剑门，也就是你的三师兄，哈。而我，乃是学堂李先生座下二弟子，也就是卓墨公子，更是你的二师兄。二师兄，哎，还是雷二听起来更亲切一点啊。没大没小你，叫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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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，给你个面子。哎，二师兄。二师叔。啊，师弟好，师侄儿好。哎，大师兄呢？就没有这个人呢。我一入门开始我就是二弟子，反正我是没见过，他们应该也没见过。师父没有跟我说为什么。真是个奇怪的人呢。说对了，师父说过，这人呐，要是越奇怪，就越有可能成为绝世的英才。你看我多奇怪，柳月也奇怪，他们也奇怪，而你，这么说你是在夸我喽？当然。师父更是奇了个大怪。雷儿，你话太多了吧？得嘞，师弟，走你！一定要这样吗？这份大礼我可受不起啊！这是拜师，又不是拜堂。师傅，董爸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小徒弟了。啊，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很好。嘿嘿嘿。哎，你刚刚叫我东巴？雷二剑三柳四，黑五炫六风七到你这儿，可不就是东巴了吗？我说师傅，你真的好无聊。是啊。是因为我实在活得太久了，好多事都因此变得无趣，所以只好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了。那你到底活了多久啊？想当年我一见震天引得仙人从九天下凡，他们说我不是人间之才，应当到天上去逍遥。嘿，他们要把我拉到天上去啊，我可不去。仙人就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：“那我便赐你长生吧，好好在人间游历一番。”后来这一幕啊，被诗仙看到了，所以便有了那句诗：“仙人扶我顶，解法寿长生。”你说我活了多久啊？真的？废话，当然是假的。这徒弟怎么这么笨呢？都说江湖险恶呢。哎，这样吧，1个月之后我带你去游历一番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江湖的险恶。为何是1个月之后啊？你不是想喝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吗？这秋露白啊，
1月只出1次。哎，糟了，这个月的份额已经没了。没事儿，那就等下个月吧。下个月等你喝够了，咱们就启程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曾有人隐约跟我说我是天生五脉，方才王师兄告诉我，一鼎之他也是天生五脉。到底什么是天生五脉啊？天生五脉，天生五脉是一个幸运又不幸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答疑解惑就到此为止了。我困了，困了。不是，真是个奇怪又倔强的老头。来，告诉我，师傅究竟给你取了什么样的名字？师傅会给你取什么样的名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叫做百里八。但是莫小黑说师傅那么懒，他只可能取2个字的名字，他觉得你应该叫做里八。所以你到底叫什么呢？东巴。咦。呵。哎，对了，师兄们，师傅跟我说他活得可久了，这老头到底活了多少岁啊？其实我们也不知道，去年吧，他刚过完他的80大寿，今年刚过完70大寿，明年估摸着也该过100岁宴了。他老人家就这样，出门就一张嘴，张口就来，甭理他。哼，东巴，雷二，东巴，雷二，东巴二，看你这吃法，像是吃到什么人间美味一样。我也尝过一口，这只不过是能咸死一头牛的咸菜，还有前头镇上卖的最便宜的烧刀子，亏你还吃得这么香。如果你也有快被饿死的经历，你就会感激这世上每一种食物。你也有快病死的经历，你怎么就不能感激这些草药呢？亏你还忍心看着师傅自己在这磨药。对了，你让我学的医也学完了，该掌握的也掌握了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从明日朝阳升起，你便与这草药无关。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我怕是这世上最没有尊严的师傅了吧？哎，你说你，明明有学艺的天赋，在短短几个月，就掌握了普通人数年甚至几十年掌握的医理，怎么就不感兴趣呢？你在这山谷里住了多久？我12岁来到药王谷，如今也有26年了吧？这么久，你会感到孤独吗？这山谷这么僻静，都没有人来，就算是有人来，也都是像我这样的将死之人。我觉得，你这么好的医术，应该到外面才是。有些人想名扬天下，成就一番功业，也有人想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。这世上每天有多少人死去，又有多少人出生，都是命运使然。即便我出去了，又能救多少人？要是有人能像你一样走到这药王谷，便与我有缘。不管出身，不论目的，我都会救。那你打算以后每天都这样，重复循环？在你看来，每天都是重复的，可在我看来，每天都是不一样的。春日的崖边能长出蛛网草，惊蛰的夜露能配百青丸，
清明的蓬草能做药饼，怎么能会是重复循环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是想你那位朋友吧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他在天启城混得怎么样了，是不是还那么嚣张？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我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是不是还被人追着他？是不是旁边还有朋友并肩而立？其实，总有一日，我也会离开这药王谷，去看看那外面的山川河海，走走这人间天地。什么时候？在我找到真正的传人，你师弟的时候。那不好意思了，逆徒我就不陪你的了。我今晚把药捣成丸子，放到你的行囊里。每日午饭后，你记得要吃上1粒，一共100粒。我又在青州的穆家要了一味药粉，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这药王谷的所在，所以想让你帮我去拿啊。可是这青州也太远了。什么青州？穆家最珍贵的药房是秋庐，秋庐在天启城，你此行是去天启城？你不是早就想去天启城了吗？那便去吧，反正有100颗药丸，够你霍霍到明年的了。去了天启城，要玩得开心，也要记得回谷，好好学艺。我的药还没磨好呢，要不要这么心急？